选中国车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们之前看过，要么开烧掉，撞到一下凹掉，或者门没有办法打开。但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种开定速哦。你没办法取消，你没办法加速，你没办法刹车，你就一路的开到底了。知道我们看过很多好莱坞这种离谱的电影，包括在《捍卫战警》里面呢，有这种巴士被炸弹挟持，你如果车速掉下来就会引爆，甚至是呢，在《地表最强老爸》，也就是连恩·尼逊曾经演过的一部电影叫《报复》，也是一样，他的车子呢被安装了监控器。但你千想到万料到，没有料到中国的场景竟然比电影还离谱。为什么？这个是发生一个实际的案例。对，然后其中呢，一名男子呢，他开着这个所谓的奔腾的这个汽车啊，大概是 B7的这种我们讲 B70的这个型号，结果没有想到哦，整个往旁边的路人看到他吓坏了。为什么？他维持着115公里的时速，我再讲一次，115公里，就赵尔，你知道啊，完全不停。不刹车，就这样开了多久吗？开了4个半小时。真的假？一路飙，对，一路狂飙了吧？后来越看越不对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行经过去每个路旁边的车子呢，看到他，发现驾驶在哭，说怎么会在哭？笑啊！对，后来发现是汽车故障。所以你知道吗？他原本哦是要从甘肃回到康乐老家，那大概1个半小时就可以开到。就你知道他这样沿路这样115公里哦，完全不停，一路这样飙，一路这样飙，最后飙了多久吗？飙了4个半小时，总计开了490公里，这是下来的那个驾驶的话。你看到下来的时候，他们脸都白了。对，他脸都想说，我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还能活着吗？对，他上面是有2个人，对，一男一女啊，这男的在开车，女的在旁边尖叫，男的呢，他的腿都软了，他没办法上车，对，腿真的软了。你知道我的腿软吗？因为他根本不用踩油门，油门自己会踩。他想说我到底是怎样啊？为什么会一直出现在这状况？他说我本来2个小时就到家，就变成这样。他说我没有干什么啊。来，各位，他做什么呢？他上了车之后开始踩油门。踩完油门之后呢，他就想说应该没事吧，就开始这个所谓的定速巡航系统，也就是它的车辆的速度会定在115公里。但是这款车款我有去研究，它有2种，一种就是定速巡航，你要自己踩刹车；另外一种就是呢，它会遇到前车，比如说保持安全距离之后呢，它会自己刹车。结果没有想到呢，来各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因为当他发现有前车，然后踩刹车的时候，你知道出现什么问题吗？刹都刹不住，刹都刹不住，车子根本不会刹。那时候他宇轩让他把定速巡航关掉吧，就他也有，他把定速巡航关了，也没有反应。然后呢，他甚至干嘛呢？手刹车拉起来也没有反应，反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反应。结果他一路哦，从你看原本是兰州到这个康乐，他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开到这边都已经要到了四川，所以呢，他到了晚上10点02分，从下午哦4点50哦。飙到10点02分哦，飙了4个多小时哦，都115公里。他的命也太大了吧？对，那个转弯什么，我们2个也有开车，那个转弯100多公里，你没踩个刹车，你要怎么转弯啊？对，所以你看嘛，你知道整个我们讲中国公安全部绷紧神经哦，直接上我们讲标语：前车失控，靠右减速避让。哎呦，有鬼，赶快各位请往旁边闪。所以真的所有的车子看到他跟看到鬼跟那个救护车开道一样，全部都往旁边撤。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第一个哈，他开的这台车照，这个叫做燃油车。对，那在燃油车，它在所谓的自驾系统里面，它有一个特性，也就是它的物理机械性呢，也就是它的机械装置，包括刹车，对，包括油门，对，以及呢，包括它的手刹车，对，都是优先于它的电子设备。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我脚踩刹车的话，电子设备是干扰不了的。对，或者是我脚踩拉手刹车的话，它也是干扰不了的。所以，那为什么会说你今天电子设备故障，这是第一件事情嘛？如果故障好，那我可以接受。他不应该刹不了车啊，因为你看啊，他说换手排、踩油门、挂空挡、拉手刹，这些都是可以启动它自动巡航机制呢暂停的机制，结果完全都没有用。所以很多网友就质疑他说：“你是不是自导自演啊？”各位就这一台，就是这一台，对，中国的神车奔腾，奔腾70。本来他还说玩的就是真实，安全性没话说。哇塞！我想说你太可怕了吧？这种安全不是这样安的吧？你这种安全不是要警车帮你开道，是说你实在太危险了，危险到连警车都会帮你开道吗？因为这台车卖了100万辆。这一台车还卖了100万辆，对。然后呢，其中呢，我们讲哦，它光是它这一款车款呢，特殊的车款，马先生这款车款销售了20多万辆。他说从来都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高度怀疑啦，因为中国很多车子呢，内部状况可能都有品管上的问题。对，会不会是说呢，它整个机械系统都已经故障，等于说我定速到那个地方，我电子先定速，对，那就等到我机械系统故障之后，所以我电子不管怎么样调，怎么样暂停，怎么样手刹车，它都没有用。所以你知道最后他说好，那我赔你多少钱呢？很了不起哦，
搞成这样子哦，人命差点没了，我赔你2万块人民币啊！但是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讲说这在奔腾哦，知道你看这个画面哦，吓死了！这在交付中心对不对？就你看哦，后面明明前面有一个销售人员哦，刚把车子卖给他，应该很高兴。对，结果我没想到他人又站在车子后面，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车子哦，他本来是要倒车离场，结果在过程当中呢，持续的。突然间瞬间要顿呆，你看一看就知道这不会开车的、压到人了，突然加速，他突然加速，然后是砰的，各位，他不是说慢慢的撸到你就闪一下就好，他是瞬间，因为你知道电动车它那个加速哦，跟一般的我们讲化油车是不一样，你看瞬间就下，你知道为什么定在这边？因为下面有人已经被碾进去了啊。结果他跟你讲说啊，这类的状况哦，我们会再增加这个保护机的时候啊，侦测到障碍我踩下油门呢也不会加速。这是雷军讲的，对。他自己之前才答应过大家会有这个机制，那我请问一下有这个机制吗？没有知道就算了。你知道他还瞎掰什么吗？他还瞎掰说，那个是因为他没有在自动驾驶状况啦，然后那他这个近距离的状况下，等于说他手动操作。我心想说，他就是讲说手动操作他也要刹停嘛，你手动操作没刹停的话，要这个安全机制有什么用嘞？就人就这样碾下去了，马上我们讲出事情，而且你看哦。不只是这样，在10月13号，这是山东哦，有人开这种4轮驱动的小米。其实我说呢，他本来呢正在我们讲以正常速度大概70公里，也没有很快，行驶到一半，就你知道发生什么吗？他突然发生哔哔哔，然后呢自动刹停。但各位，他在雪地，我再讲一次，他在雪地，然后你自动刹停。那我不就惨了吗？我跟你讲，那种自动刹停你知道多可怕吗？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动刹停过。比如说我平常开车在路上哦，后面有机车要追过来，他突然间很快的时候，明明不会碰到，但是他就会觉得危险，他会自动刹停。但那种刹停跟刹车不一样，他是把4轮锁死。他直接把你4轮啪啪锁住，然后你要再踩油门才会。那我问你，你在雪地70公里，突然间呢，你的4轮被锁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会旋转，我会滑。对，你会旋转跳跃，闭着眼。对啊，然后他就直接我的命都没了，转3圈，然后蹦，然后重点是撞到哦。车主是个网红哦，就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安全气囊还没有弹出来，那甚至是呢，每次跟人家相撞呢，小米 always 吹狗狗，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每次跟别的车子对撞，我的车子都撞得跟纸糊一样？后来呢，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小米的雷军他是什么呢？他把这个豆腐渣工程跟所谓的电动汽车工业结合在一起，就成为小米的尖端产品。国正，现在让中国更气的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南岛，最近他们搞了一个叫什么封关，超开心，这边购物免关税、零关税，我爱买什么就买什么。结果现在不太对哦，这么美的一些地方，海南人全气炸，你根本把我海南人当成什么白老鼠？为什么？你看到这根海南的油条到底多好吃？一根竟然要台币81块！现在海南人说我到底在干什么的？所以这是习近平重大政策哦，号称让香港要倒霉，新加坡要倒霉，因为海南岛要变成自由贸易港区。没想到第一个倒霉又是海南岛呢，结果海南岛三亚的那个海滩就是这样，也没有多少人，而且到了第4天哦，封关之后还是没有看到人没看到，但是物价已经汹涌飞腾了。以后不能叫青菜，叫绿金了，因为有多贵，你知道吗？你看哦，这个人说什么？封关以后，菜价也要跟国际来接轨。你们来了之后，我反而生活变得非常的困难了。我这要补充一下，海南岛其实很多台商去做农业，它是有自给自足的。对。可是，一封关之后，马上就被炒上去了，连青菜都炒上去。所以青菜炒多高，你知道吗？我们来看海南岛的菜价，菠菜这是人民币哦，冬天盛产的菠菜跟芹菜这2个都是冬天盛产，要台币要132，43块112，台湾现在只要50到80，芹菜只要41到55，比台湾贵1倍。然后当然油条刚才讲了，已经81块了，然后番茄、西红柿他们叫西红柿，我们叫番茄，一样非常的贵。对，整个菜都比猪肉的价格还要高，物价开始汹涌翻腾，然后贵的非常的多。所以海南岛出身的歌手叫做赵柔柔就直接 po 文了，笑死了，又要封关了。我是在海南岛长大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是搞什么国际旅游港，这次国际旅游岛，这一次又封关，对海南人本地一点好处没有。你有没有把我们的薪水跟福利提上来？事实上都没有涨，但是这20年已经搞了20多年哦，海南岛不是第一次哦，已经涨了10倍以上了，但是薪水还是停留在这里。对，所以当地民众是第一个倒霉了，感觉到物价狂涨，你经济根本没有成长。那这个政策我们来讲一下，其实又是超2009年，其实2009年早就有同样的政策叫自由贸易港区，后来上海也搞一个自由贸易港区嘛，什么第一个叫一线放开，就是货品运到海南岛，你就自由买卖，买卖之后，对，例如手机 iPhone 我就不收税了 ，iPhone 不收税，
其实可以比平台可以便宜3100块，算蛮多的。iPhone 17 Pro 来海南岛买，便宜3100块。好，你一个劳力士或者奢侈品，劳力士10万的，你7万都可以买得下来。当然了，就是免税岛。福利听起来非常的多，所以它岛内可以自由买卖。那二线管制的是什么意思？货不可以再进中国大陆，你买的手机你不可以直接运过去，但是人带过去就可以了。那其实这个概念叫什么？其实你到小琉球，台湾的小琉球到澎湖一样有免税了，只是没有降税降那么低了。对，所以大家要看说，你真的以后6200多项能够降低吗？国际上能够信任吗？因为你薪水没降下来，而且到处都是炒作跟泡沫。其实海南岛炒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你现在抬头往阳明山看，从淡水八里往阳明山看，可以看到3栋大楼。立在那边，那就是中国第一个建商，也是唯一一个建商在台湾盖房子。你知道那个建商出生在哪里吗？其实就是海南岛。对，万通集团的创始人冯仑就是来自海南岛，当初也是一样的政策，那时候叫海南岛脱离广东独立，成为一个经济特区，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开啊。那所以放开什么，你知道吗？90年代可以炒作房地产，所以号称10万人才下海南啊。你当年也是轰轰烈烈哦。结果冯仑还有什么？万通六君子，包括我们熟知的潘石屹这些人，其实王石这些人其实都是当年都去过海南岛炒地皮。你看到30年前，其实海南岛已经不是第一次搞这件事情，结果搞到什么？搞到泡沫经济。后来整个海南岛到处都烂尾了，所以王岐山那时候当过海南岛省委书记已经烂了10年，他就是去整顿这件事情。所以，这不是海南岛第一次怎么放开啊，随便你做。中国就是炒作之后放开之后就会炒成泡沫所以海南岛至少有1000万人吧，他们等于这种都是牺牲品，跟祭品一样的。没错，就是准备要来放烟火，只是制造一个泡沫。当年还不制造泡沫啊，当年放得非常开哦。我还真的有去过，我在2006年的时候去过的时候，还发现海南岛发展国际旅游岛的时候，你知道政策放到多开，你知道吗？台湾人其实有一个从嘉义出生，以前是在卖鸡肉的、修车的，只有国中毕业，然后他很会潜水，他跑到一个岛。海南岛在三亚下面有个地方叫西岛，没水、没电、没码头。那时候租金有多便宜，你知道吗？一年才33000多块台币，租了30年，只要100万台币，然后他就跑去租了。租了之后，没想到政策开放之后，他就很爱潜水，就办国际潜水大赛在那边。没想到真的有人去，他还用一条船叫做霹雳号，不断接人。你知道我去现场看到什么景象吗？船是这样绵延不绝，排队要等1个小时，这么多，每一个人上岛就是100块人民币。对，他就讲说，干他印钞机，你刚才打钢底下印钞状，几亿里起来，然后生意真的好得不得了。所以当然政策开放，整个外地人就涌到海南岛，海南岛物价就会上涨。为什么海南岛人会这么讨厌开放？因为中国有一个顺口溜怎么说，你知道吗？不到北京，你不知道你官小；不到上海，你不知道你钱少，因为这钱多嘛。可是你不到重庆，你不知道你结婚结得好，因为重庆的女生长得漂亮。可是你不到海南岛，不知道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哦。所以海南岛的色情行业是非常发达。当年中国只要一开放，除了炒作泡沫之外，再来就是色情行业非常的发达。那2013年的时候，还发生一件事叫盛天宴，盛天宴非常的有名哦。他在海南岛办4天，都是高级展会跟生活，有游艇、私人飞机跟豪宅你知道1万个人登岛，结果被人家踢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高级的聚众淫乱，有大量的模特明星跑去那边，还有富二代跟明星去那边做性交易高价到如果我今天是海南人的话，我气死了。对，这就是中国。你践踏我的家乡，践踏成这个样子。你看多高档，你知道吗？有私人飞机接送，4天有200架私人飞机，有大量的游艇在那边玩。当然，2014年中国发现不妙，就开始扫荡了。如今经济不好了，又突然想到海南岛，又开放了。对，又想到海南岛这个牌的时候，我们全世界都在看，恐怕又是一场笑话了。志总，你看到这个画面，白鹤，然后说，美美的这个非常美。结果没有想到，你看到前面有无人机那边乱，他想说，你知道拍白鹤吗？就白鹤啪一脚，无人机就被他秒杀了。没错，我们绕口有很多喜欢赏鸟的人，他们在看这个白鹤，就没想到看到白鹤的时候，我们印象中白鹤就是很优雅，对，站在这个湖里面然后这样子在那边吃这样看起来很优雅的这个样子，就没想到他们看到惊人的一幕。什么惊人一幕？突然之间，白鹤呢就把它翅膀展开之后就往上飞，往上飞的时候，它居然把一个东西踹下来了。大家仔细看，它踹什么？正好你看，它原本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原来是一个无人机啊。所以你看，它原本是这样，然后你看他们已经看到无人机在那边叫，
这么叫，就没想到，你看到无人机来，一直飞进，你看它整个翅膀展开，对白鹤亮翅，它已经展开对，了，亮翅，然后就开始往上飞，飞上去的时候，你看就真的很精准的飞上去之后，踩住这个无人机，然后就把它踹下来。你看无人机就被踹到这个莲池里面去。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完全吓一跳。为什么大家没想到说，居然白鹤会做这样的动作？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我们中国很多民众，我就赏鸟，你就用望远镜看，可是他们就偏偏的就想要用这个无人机去拍，用不同视角。就没想到他们就可能干扰到了这个白鹤，干扰这个白鹤之后，白鹤不爽，他就把它飞上去之后，就把它踹下去的一个状况。那事实上，我就跟他讲，根据目击者的说是，他其实靠近他很多次，那白鹤都一直在那边，可能对他已经心生不满了。心生不满的时候呢，就没想到他还是靠近他，靠近他之后，后来最后白鹤就真的完全不爽，就飞起来把他一脚踩到你。他就说什么？他说无人机多次挑衅白鹤。然后白鹤先是躲了好几次，最后忍无可忍，一声怒吼的时候，长鸣，他有叫哦，可能叫一声，然后就凌空飞起，把它踩在莲藕里面。所以大家想到，哇，原来白鹤这么的神勇。我跟他讲，白鹤来说，它其实是这种大型水鸟，它目前为止也是濒临绝种。它主要都是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这个夏天都在西伯利亚，冬天它要过冬，所以它就会往南飞。往南飞的时候，照你说来说的话，这个白鹤不会在这个地方。对，那为什么白鹤会在这个地方呢？主要因为是这一只白鹤呢，它之前呢有受伤，所以它就只好到这个杭州这个地方。就没想到你居然这样挑衅我，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好，那我们就讲，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白鹤这个样子哦。照你看，我们这个中国功夫里面有一个叫白鹤拳嘛。对，鹤拳就是这样子嘛。你看，就是跟他学的。对，你看它的白鹤亮翅，有没有？跟刚才鹤这样这个所谓展翅的时候是非常像的。然后你看白鹤在斗的时候呢，它就会用这个亮翅，然后会用单脚。那我们事实上这个，如果你看这个男少年的白鹤拳，你看它也是这样嘛，对。单脚起来，腿踢嘛，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装步嘛，就是下来的时候，这个就跟白鹤飞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它的两只脚着地，这个都非常类似啊。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白鹤拳的衍生就是从白鹤真的这个与生俱来看出来的这个姿态。而且白鹤拳它什么？你看到这一段，他说欲鹤如能电，败势摔三丈。对，它指的是什么？白鹤拳的那个招式跟这个鹤那种声音有没有？对，快很准。对，没错，通通都来了。对，那我们刚才讲了嘛，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说到吗？白鹤拳来说，我们就说快很准嘛。那的确，如果我们看到刚才白鹤的这个动作，的确是快很准啊。这个就是腿技。对，你看他们的腿技，对脚，对。然后你看他们在彼此在斗的时候，你看就是要飞上去亮翅，然后把你用脚把你压下去。所以你看这个白鹤拳，中国的白鹤拳其实就是这样嘛。它其实也是腿的力量，还有包括说亮翅，然后用这个拳的力量，这就是都是从白鹤的这个身影衍生而来。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